北约出手伸向亚太，关键时刻，土耳其对华许下重要承诺。埃尔多安为何要这么做呢？大家好，我是肖银华。现如今，北约的枪口对准了中国，以美国为首的部分北约国家在不断打压俄罗斯的同时，还不忘了在台海问题上说三道四，试图将北约的触手伸向中国的家门口。面对某些北约国家的咄咄逼人，关键时刻，土耳其替中国发声了。近日，埃尔多安突然背刺北约东进亚太的计划，并对中国许下重要承诺，直言土耳其不支持北约在亚太地区的活动。除此之外，土耳其还将恪守一中的原则，愿同中国高层保持密切来往，希望能够与中国在能源等多个领域达成合作。说句实在话，北约想把自身影响力扩大到亚太，这并不奇怪。毕竟如今的北约在很多事情上其实就是美国人的代言。但是与中国关系并不是那么铁的土耳其，现在却跳出来对中国做出承诺，这里边就非常有深意了。分析认为，埃尔多安或许有以下几点考虑。首先一点，土耳其是一个强国，是一个值得中美两国拉拢的存在。再加上土耳其的国土位置与中美两国又都不沾边，这就决定了埃尔多安有信心不受中美的控制。与此同时，土耳其不仅现在是强国，而且还是一个祖上扩过的强国，这让他充满了恢复荣光的渴望。而中美对抗引发的国际局势动荡，让土耳其看到了机会，不再满足于现状，想要得到更高的国际地位。其次就是只有俄罗斯是北约最大的对手，各方对抗势均力敌和现状才能维持。一旦现状维持不下去，北约将未来的重心放在了亚太，那么土耳其将丧失其巨大的地缘战略优势，丧失其利用的价值，丧失其活力的基础。为此，埃尔多安才会想方设法阻止北约东进亚太。第三，如果土耳其无法阻止北约东进亚太的话，那么埃尔多安也可以以此来牟利。一方面，美国想要让韩国或者日本成为北约的一员，那么就必须通过土耳其这一关，只要土耳其不同意，那韩国和日本就休想成为北约的一员。而另一方面，具体要怎么通过土耳其这一关，唯一的办法就是被埃尔多安敲竹杠。美国必须拿出实实在在的好处，让土耳其同意才行。最后，这次埃尔多安对华的承诺，欢迎中国公司到土耳其投资，拒绝北约加大对亚太地区的军事行动。从某种角度上来看，这种承诺就相当于把北约给卖了，把北约作为保持对华友好关系的垫脚石，为土耳其争取更多的好处。我们综上所述，不管最后北约东进亚太的结果如何，土耳其都能赚到好处。不得不说，埃尔多安在审时度势的时候，确实有他自己独到的一套。好了，今天就讲到这里。想了解更多军事内容，请关注运华说。我们下期再见。